我在娘胎里就听到父母要赌上所有身家去买股票，赢了的话，我的奶粉钱和尿布钱就有着落了；输了的话，就要把我打掉。程三炮意外被闪电击中，竟重生成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啊，刚重生的我，总不能还没开始就结束吧？彩霞，难为你了，怀孕都6个多月了，却每天只能给你2根胡萝卜，这都是我这个做丈夫的无能啊。远明，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每天就算只有1根胡萝卜，我也十分开心。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100块钱存款吗？100块存款，每天2根胡萝卜，怎么肥4？难道我真跟小说里写的一样，转世重生了？我的天哪，都重生了，怎么就给我扔了个穷苦人家？每天2根胡萝卜，这营养怎么跟得上？不会一出生就变成白痴了吧？那100块钱得留着给你生产用，又怎么能算是存款呢？远明，实在不行，你就拿这100块钱看干点啥吧。若是能挣到钱，将来孩子出生之后也不至于紧巴巴的。不行，那可是留着给你住院用的，一旦让自己弄没了，医院可不会收留你。可是即便留着，孩子生下来之后呢？若是再碰到个没有奶水，我们连奶粉钱都没有啊！更何况现在到处下岗，我生完孩子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呢。程远明眉头紧锁，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属于意外惊喜。可是既然来了，他们就不忍心打掉。远明，反正也很艰难了，还不如搏一把呢。在老家我也看过别人接生，实在不行我就自己生。自己生？我的娘呐！一旦出了差错，那不是要我的命吗？我的命可值钱呐！程三炮急得真想骂娘，可他除了还有前世的记忆之外，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你说做什么生意好呢？不行你就摆个早点摊，应该会比打工挣得多吧？这恐怕不行，眼看你就要生了，我们需要来点快钱，摆早点摊的收入根本不能快速回本，到时候若是连100也没有，可怎么办？那我们就去买彩票吧，那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投入也小，即便中不了，也不会影响啥，你说呢？买彩票啊，那只能全凭运气。我在工地的时候听几个工头在一起议论，说什么股票要大涨啥的，实在不行我也去买点股票，总比凭运气强。炒股那可是我的强项，必须得买啊！买！陈三炮立刻感觉千万财富正向他招手。似乎有哪里不对，自己看不到外面呀，看不到那块股票走势的屏幕。纵然我有着浑身解数，可也无力施展呐。程三炮左思右想，焦头烂额，急得疯狂踢母亲的肚子。远明，这孩子有动静了，他在踹我呢。这孩子半年来一直老实，我们刚说买股票的事情，他就有反应了。难不成这孩子不让我们买股票？才6个月大，怎么可能听得懂？再说了，我们俩一个高中生加初中生的智商，能生出一个神童吗？程远明一听，顿时沉默了，什么也不懂，总不能闭着眼睛下投资吧？一旦血本无归，那就是连胡萝卜也吃不上了。张彩霞低下头摸了摸肚子，儿啊，你要是同意妈妈买股票的话，就踹1下；买彩票就踹2下。啊，2选1呢？没办法，买股票我看不见，买彩票兴许凭借前世的记忆还能有所收获。于是程三炮朝着母亲的肚子狠狠地踹了2下。啊，踢了2下。远明，儿子是要我们买彩票，这能行吗？这孩子真能听得懂吗？程远明蹲下身子，用手摸着妻子的肚子。孩子，你要是同意买彩票就踹3下。老爸，为什么是3下？1下不行吗？儿子我现在营养不良啊。没办法，程三炮使出吃奶的劲，狠狠地踹了3脚。彩霞，我感觉到了，孩子他真的就踹了3下。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得到了神童的提示，两人惊奇地看着对方，兴奋还是大于震惊。毫不犹豫，两人一起来到了彩票站。买几张？什么类型？号码多少？售卖员头也没抬，一连串地问道。这一下把程远明问懵逼了。对于彩票，他也只是曾经有过心动而已，还从来不知道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门道。我说你买不买啊？不买赶紧让路，可别挡着我们发财。就是啊，连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跑来干嘛？看他们那寒酸的样子，恐怕就是买彩票的钱，也都是饿了几天才攒的吧？我呸！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老子让你看看什么叫今天爱答不理，明天就高攀不起。想到这里，程三炮直接一脚踹了出去。此时，满脸窘迫的程远明正要退出队伍到一旁仔细研究。远明，这孩子又踢了我1下。程远明也不再犹豫，立刻就对销售员说道：“就给我随便打印1张吧。”销售员看了一眼程远明，眼中也有着明显的鄙夷。那就给你打1张22选5的，这个简单，36选7倒是回报更高，但估计你也肯定选不出来。顾不上销售员的冷嘲热讽，程三炮的脑子开始了飞速运转。
对于当初的新鲜事物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他这种对于数字有着超强感觉的金融高材生。可是他在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之后，却挂起了满脸无奈，因为他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你们到底买不买啊？不买赶紧让开，我可是看好日子来的。1990年2月16日11点18分，这是我的吉祥数，耽误了时辰，你赔得起吗？程远明身后那人又不客气地催促了起来，这让程三炮眼前骤然一亮。这一期的中奖号码是18、9、19、1、6。之所以这么深刻，是因为自从彩票发行以来，就是这一注22选5的福彩成为了郊区的第一次大奖，着实被宣传了好一阵子。第一个数字选18，张彩霞摸着肚子仔细地数着，第二个数字选9，第三个19，第四个1，第五个6。就在众人的催促下，张彩霞摸着肚子说出了数字。你要打几注？几注？什么意思？就是问你这个号码的彩票，你准备要买一张多少倍的？真是不知道你这样一个懵逼货，跑来凑什么热闹？真是什么都不懂啊！真以为这彩票就是给你这种没脑子的人准备的？程远明没有理会那人，也不敢得罪任何人，他直接将目光看向了张彩霞的肚子，问道：“我们该买几注呢？”可这一问却乱套了。程三炮在里面就是一顿狂踹，自然此刻的他玩了命的踢踹，就是想让程远明将这100块钱全部加成倍率，这样就算按照奖金池的50%获奖，最少也能得到几百万了。在这个年代是妥妥的能排进富豪榜了。可这一顿疯踹，却让原本对他深信不疑的父母直接产生了不安。远明，怎么办？看到身后那人又要爆发，张彩霞赶忙问道：“这样吧，给我来上10注吧。”为了保险起见，程远明给了销售员一个数字。完蛋，这是亲爹吗？程三炮直接停了下来，累得呼呼直喘，却是满脸遗憾。我的老爹呀，本来能进福布斯的，现在只能排进本地土鳖榜了。程远明夫妻俩回去之后，整整一个下午都处在了难以置信之中。这一个上午的经历太过梦幻了，还没出生的孩子不仅能听懂他们所说的话，还竟然能跟他们沟通。这要是传了出去，整个世界恐怕也得为之疯狂。他爸，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会不会真的因为孩子而彻底翻身呢？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孩子肯定是个福星，是老天看我们本性善良却穷困潦倒，特意给我们降下的恩赐。但愿如此啊！但愿我们真的苦尽甘来了吧。他们的生活已经不是清贫，是绝对的困窘了。自从怀孕之后，她就被工厂辞退，没有了经济来源，单靠着丈夫一个人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在这个城市里的消费。远明，这孩子那顿乱踢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将100块钱都全部买了？是啊，我爹亲娘嘞，你怎么到现在才明白？不觉得晚了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猜测，或许也都是巧合而已，总不能真的将这点积蓄都砸到彩照这种缥缈的东西上吧。就这样，在满心忐忑之中，终于迎来了晚8点彩票开奖时刻。程远明两口子没有电视，只好去了巷口的小卖铺，在老板娘不断飞来的白眼之中，厚着脸皮蹭着看结果的揭晓。怎么，你们也买了彩票吗？是的，程远明老老实实的回答着，小心翼翼的不敢多说一句。老板娘看了他几眼，哦，就这穷样，还想做发财梦？终于开始播报22选5的中奖号码。第一个中奖号码是18，竟然真的是18。张彩霞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娘嘞，你不用这么激动吧？你这血液的瞬间增压，让你儿子我可是备受折磨呀。娘胎里的程三炮骤然感到了一阵宫缩，浑身上下仿佛被戴上了枷锁，压迫的他差点窒息了。此时的他只能期盼着张彩霞心理素质过硬一点，看到巨款砸来的时候能坚强一点。你要是倒下，我就缺氧，一缺氧我就发育不良，一发育不良那我就真成白痴了。挺住，一定要挺住。第二个中奖号码是9，竟然又对了。第三个中奖号码是19，第四个中奖号码是1。来了来了！两人此时已经彻底陷入了呆滞，难道真的应验了吗？心脏狂跳，血压升高。妈呀，亲娘啊，你是要我提前早产呀？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全部对上了，而且就连顺序都是丝毫不差。随着一声闷响，程三炮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张彩霞一头栽倒，陷入了昏迷之中。我重生到娘胎里，还未出生就为爹娘操碎了心，我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帮他们中了100万巨款。彩霞，你怎么了？呦，不就是买了一张2块钱的彩票吗？没中就没中吧，至于伤心到这个地步吗？人都晕倒了，小卖铺的老板娘不来帮把手也就算了，还在不停的冷嘲热讽。完了，这难道真是天妒英才吗？我难受呢，缺氧了。脐带呢？脐带在哪里？我要吸氧。彩霞，我们的好日子正要开始，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嘿，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老婆拉到外面去？一旦在我这里出事，我还得跟着受牵连呢。我好心让你们看电视，可不能讹我。
程远明只好在老板娘的唾弃声中抱起老婆走了出去，朝着医院的方向撒开两脚就疾奔而去。彩霞，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家，一定要坚持住！我马上就送你到医院了。奔跑带来了剧烈颠簸，被程远明抱在怀里的张彩霞突然悠悠地出了口气。我的娘嘞，你可吓死我了！这才区200万而已，至于吗？你儿子我还没出生呢，就差点嗝屁了。远明，我们有钱了，我们终于有钱了。有钱是有钱了，可你一定要稳住啊！别忘了，你现在可不是孤身一人，你不仅有我，还有孩子的。远明，放我下来吧。好，这就是营养不足导致的昏厥。我们有钱了，我马上给你买营养品。很快，两人搀扶着又返回了小卖铺。那老板娘一看，还以为这两人没钱看病，要跑回来找他算账呢，脸色顿时阴了下来。你们想要干什么？老娘可不是好惹的，别想着来我这里讹人。老板娘，我就是想给我媳妇买几根火腿肠，她有些饿了。老爹你还行，知道先让老娘吃饱了，才有抵抗心率过快的能力。他爸也不知道我们中了多少钱，够不够在这里买一套房啊？娘啊，才买一套房呢，你哪怕买个100来套，那都是淡若清风的事情啊。具体不知道，但应该够了吧？买，必须买，有多少买多少。既然无法运作股票了，那就退而求其次，做一次房地产吧。程三炮抬起两脚，再次踹了出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远明，孩子又踹我了，看来他同意我们买房。那我们该买多少套呢？又是一阵乱踢，跟买彩票的时候一模一样。但这一次程远明两口子完全明白这小子的意思，那就是让他们全部资金都买入房产。第二天一早，整个郊区都炸锅了。你们听说了吗？咱们这里的彩票站昨晚开出了巨奖。早听说了，而且还是一票10注，奖金额度200万呢。200万，我的天爷爷，那得用多大的麻袋才能装得下啊？他爸，他们是在说我们吗？难道我们真的中了200万？直到现在，张彩霞都有些不敢置信，一夜之间就成了富豪。郊区彩票站又是一票10注，肯定就是我们了。来，早知如此，胆子再大一点就好了。昨天我也去了，怎么我就没有跟着买呢？特么的，这是哪个挨千刀的？老婆，还是你机灵，昨天记得问中奖了怎么领？这么大的奖，我们得去省城了。于是程远明拉着妻子直奔火车站。从省城领奖回来之后，程远明特意买来了一张滨海地图。买房，儿子既然提示过了，要多多益善，那就看看在哪里团购更加适合吧。彩霞，我刚才已经打听过了，市区的房价虽然贵了点，但好在是市区，将来的升值空间一定很大。你看呢？程远明看似在询问张彩霞，实际却是在问程三炮。可在他话落之后，程三炮却没有半点反应。怎么，这是不同意啊？远明，再看看其他地方吧。那就东郊吧，那里房价不高，而且也有一所不错的幼儿园和一所重点小学，未来应该能有升值的潜力。程三炮依旧没有反应。彩霞，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睡着了？这时候他怎么能睡着呢？特么的，我哪是睡着了，我是不敢动了。万一一动，你们会错意了怎么办？快说西郊，选西郊。别着急，这才看了2个地方，还是继续选择看看其他区域，说不定这孩子早有了其他打算呢。那就南郊吧，那里也比剩下的2个郊区好一些，不管如何也有一所小学。可是张彩霞的肚子还是没有反应。实在不行就北郊吧。北郊虽然远了一些，也比现在他们住的这个西郊好多了。西郊就是个贫民窟，房价倒是最为低廉，可生活也是最为贫困，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一点动静没有。难道这孩子真的是要我们在西郊买房？爸爸，我的亲生爸爸，终于等到你说出这2个字了。程三炮猛地2脚就踹了出去。远明，孩子动了，这是要我们在西郊买房。这一下程远明不愿意了。在西郊买房？哼，这孩子是脑子被羊水泡多了吧？彩霞，我们买的还不止一套呢，一旦投资失败，这笔钱可就没了。这里破烂不堪就不说了，而且穷乡僻壤出刁民。一句话，这个西郊民风彪悍，朴实无华，在这里买房我不同意。什么？你不同意？我的天哪，这西郊几年后就是好地方，就是因为它是最烂的，未来的滨海大开发才会将这里作为第一站啊，提升城市品味，提高城市规格，怎么可能允许这么破烂的地方存在？可他这个初中文化的爹怎么懂这些？程三炮差点气死了，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关键时刻，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会突然有了性格。怎么办？怎么办？远明，我们的钱都是这孩子带来的，不管是巧合也好，还是天意也罢，我觉得没有这孩子就没有这笔钱。何况我们本来就是半生贫困，大不了就当从来没有过这笔钱，那又能如何？
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再失去又怎么可能甘心呢？这大起大落，那不是我能够承受得起的。我觉得咱们就再听这孩子一回。不行。程远明的态度更加坚决，看着张彩霞的眼睛都快要瞪出了血丝，脸红脖子粗，让两人的谈话直接陷入了僵局。远明，你变了，你不爱我了。你不爱我了？呵呵，有经验的老铁都知道这句话的杀伤力，而此刻的程远明也亚麻呆了。我们有事从来都是有商有量的，可今天你却为了花钱跟我红脸了。老婆，是我有些太过急躁了，但是这笔钱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笔财富，我总不能就这么轻易冒险吧？你也不要再逼我了，以免惹你不高兴再动了胎气。哦，动了胎气。程三炮一听，心中一动，看来你还是关心老婆孩子的是吧？那就好。随即程三炮在娘胎内一阵狂踢。哎呦！彩霞，你没事吧？程远明的脸色也瞬间充满了关切，可是程三炮依旧是一个劲的猛踹。我让你倔强，不同意是吧？那我就踹到你同意为止。只要你还心疼老婆，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张彩霞哪里还不明白，这是腹中孩子在抗议。远明，快，我们就在西郊买房，你快说呀！买？我买还不行吗？就在西郊买房，将这200万全部买了。随着程远明最后一句话落下，张彩霞的肚子瞬间安静了下来。老婆，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去医院？呵呵，这口气哪还有半点倔强，满满的都是对张彩霞的关心和疼惜。分歧、倔强，终究抵不过爱妻心切。不用了，我缓一缓就没事了。呵呵，我这个未来的爹呀，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只是心疼娘了，让你受苦了。但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儿子也只能这样了。对不起啊，我的娘亲哎。小姐，那个你卖吗？看着上衣明显小了一个尺码的女人，胆怯的程远明还是问了一句：说什么呢？你喊谁是小姐了？色狼！哼啊！那么大姐，你卖吗？卖什么卖？我有那么老吗？妈呀，眼珠子往哪看啊？你这个老色批！那个，这个，我说的是那个。你要买我家的房子？我按照市场价1平米40元直接收购过户，你看怎么样？呦，原来不是色狼，是个骗子吧？那你先考虑一下，我晚点再过来吧。今天一早，程远明就开始了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不断的询问，准备大批量的购买西郊民房。随着程远明的离去，人们都从他身后的巷子里走了出来，渐渐聚集起了一群人。哪来这么一个愣头青，竟然要买西郊的平房？他要干什么？买这里的房，而且看样子还不止买一套。我问过了，他要一下子买150套呢。150套，那不正是我们这里所有的房子吗？他有这么多钱吗？一下子买100多套，这种人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就肯定是带有某种目的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按照市场价来了。于是乎，一个个的就开始了漫天要价，将原本每平米40元的价格，硬生生给要到了每平米200元，翻了整整5倍，而且还想要一笔搬迁费，每家500元。程远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他爸跟人家谈的怎么样了？这孩子还是不了解外界的行情，我们不能光听他的胡来，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才行。这是怎么了？谈得不顺利吗？这些人一听我要买100多套房，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问我要1平米200元的价格，就那些破房子能值这个价吗？什么？他们要200元？这可怎么办？张彩霞一听也愣了，这个价格还不如直接从市区购买楼房呢，最起码一眼就能看到升值的保障吧。去年到今年，那里的楼房价就涨了10几块呢，而且还能省掉几万块钱的搬迁费。程三炮一听急了，有着前世记忆的他可是很清楚西郊的未来升值空间，奈何他重生到了娘胎，只能朝着他娘的肚子一阵狂踹。爹呀，不就是区4倍？就算是他们趁火打劫了，可我们也还有40倍的升值空间呢。他爸，这孩子又踹我了，看来他还是不同意从市区买房啊，怎么办？哎，这孩子西郊买房的风险显而易见，我们都聊了这么半天了，他怎么就不明白呢？程远明此时脸上的表情笑得比哭还难看，可是他又不敢强硬的坚持己见，生怕又惹了孩子老婆跟着遭罪。要不这样吧，按照他们的要价来看，反正也不够买100多套了，那就先买70套，咱们手里还能留点活钱，这样等孩子出生，就算西郊赔光了，也不至于再过紧日子了，你看呢？行，反正这个钱也是这孩子带来的，就算真的赔光了，那也就当没有过吧。可以啊，看来自己的这个娘亲要比这个父亲有思想的多了。这样一来，不仅达成了自己的设想，还留下了一笔活动资金。
以备自己再干点别的，还剩40多万，足以让自己大显身手了。等等，从150套房突然降成了只买70套，恐怕明天这个便宜爹还会给我带回来惊喜呢。第二天一早，程远明便再次出门了。这一次，程远明学精了，他再没有挨家挨户的自己去聊，他直接去了居委会说明了来意。程总，你现在可是名人啊！昨天一天，你要购房的消息就传遍了西郊，能跟我们说说，你一下买这么多房准备干什么吗？我准备自己用。居委会主任一听，知道这是对方不愿意多说，但不管如何，能让70户住户离开这里就此脱贫，那也是他们的政绩。我这就召集群众代表，你把你的意图跟他们说一下就行。至于有没人愿意出售，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很快，居民代表们就来到了居委会。又是那个买房的，看来他还真是有其他用途，不达目的是不罢休了啊。越是这样才越好呢。我觉得我们要价200一平也有些少了。你可拉倒吧，你有本事要个500、1000的，人家给你才行，可别狮子大开口，最后赶跑了财神爷。大家好，我今天来呢，还是昨天的意思，可以按照你们昨天提出来的200一平，外加500搬迁费。同意了，果然是要少了。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不行，这价格得涨一涨。顿时现场弥漫起了一片懊恼，都觉得这价格要少了。但是有一点要改，原本我是想要将西郊的房子全部买下的，可由于你们要价太高，从而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因此我现在只能减半，购买70套了。众人一听，瞬间傻眼，所有人都在往前挤，都怕抢不上名额，哪里还会想着再涨价格呢？程总，我愿意第一个把房子卖给你。程总，我也愿意卖给你。一时间，整个现场都沸腾了起来，只是瞬间就接近了疯狂无序的状态。程远明急忙看着人群大声喊道：大家排队，我只有购买70套房的能力，所以想要卖房的就从速来这里登记吧。人群瞬间炸了，争前恐后，排队拥挤，都疯了一般的抢占名额。突然，一个挤在外围的人一声大喊：程总，我愿意降价，150块一平卖给你。我也愿意150一平。程总，你可务必给我们家留一个指标啊！我一家老小8口人，吃饭都得站着呢。程总，我们家的条件更窘迫，老少3代只有50个平方，你可怜我们，买我们家的房吧。随着第一个人的主动降价，后面跟着就是蜂拥而起的声音，主动要求降价。诸位安静一下，实话告诉你们，我的资金也不多，就算你们降价也买不起全部的150套，所以还得按照70套来买，你们最好赶紧排队。程总，我家100一平卖给你。随着再次降价，现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但只是片刻，又有人喊了出来：程总，我也愿意100一平，这个指标你肯定要留给我们了吧？是呀，程总，你总不会放着100一平的不买，非要买150一平的吧？程总，我也愿意，我这就登记，立马按手印。随着再次降价的同时，后面的人开始迫不及待地超前挤了过来，生怕再慢一步又被前面的人抢走了名额。瞬间又是人群大乱。价格降了一半，那我的钱就足够买140套了。可真的要买那么多吗？稳妥一点吧，100套就是极限了。这样既能让儿子不再闹腾，手里也能留下更多的现金。很快，前面的100户都兴高采烈地领到了搬迁费，过户手续都约在了明天一早。而后面那些没有了名额的住户，眼中都溢满了羡慕嫉妒的颜色。彩霞，我回来了。一进家门，掩饰不住的兴奋劲就流露了出来。看来我这老爹还真给我带回来惊喜了呢！购买指标减半，那些迫切想要改善生活的人们还不得打破头了疯抢？想来应该是把150套全部拿下了吧？他爸，什么事这么激动？哈哈哈，你是不知道啊，那些人一听我将购买数量减半了，立马就跟疯了一样，不仅开始了主动降价，还求着我要给我卖房了。降到了多少？你又买了多少？价格降了一半，我买了整整100套，不仅给我们又节省下了40万，而且还增加了购买数量。怎么样，我聪明吧？爹，要不是你是我未来的爹，我真想骂娘了。100一平，资金够用了，怎么就不能全部买进来啊？你可知道，这1里1外就损失了几千万啊！蠢爹，你就是一块绊脚石，无法言说的那个蠢啊！高压140，低压84，脉搏100，数据跟踪正常，灯光照射正常，东风明白，设备就位，3、2、1。接上集。第二天一大早，程远明就带着张彩霞直奔房管局。夫妻俩一出现，一堆人瞬间就朝他涌了过来。大家不要拥挤，排好队。房管局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办理过户。哟，远明大兄弟，昨晚上我刚从娘家回来，就听说了你的事情，
其实我早就看出你的富贵相了，我的眼光果然不错吧？这不是小卖铺的老板娘吗？你怎么来了？好像没有买你们家的房子吧？那个程总啊，我家确实没轮到，但是呢，你的成功我也是个亲眼见证人，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也给过你们帮助吧。你老婆也是吃了我的火腿肠，这才恢复了体力的吧？呵呵，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远明，不管如何，那天我们也是在人家那里看的电视，这一点得澄清。行吧，你要是愿意，那就按80块钱1平米。行，就1平米80，卖了。程总，我也愿意81个平方卖给你了。我也愿意卖了，你可一定不能把我们撇下啊！这一下轮到程远明傻眼了，他都摆明了趁火打劫的态度，可这些人却还要抢着卖。随着人潮蜂拥而来，程远明很快就脸色大变了。你们都停下，别挤伤了我老婆。随着推推搡搡的程度越来越激烈，张彩霞的脸色也开始出现了不适，苍白浮现，大汗淋漓。这是又怎么了？亲娘嘞，挺住！我的爹呀，你可真是自找苦吃！150套，你全部购买了不就完了吗？咱们还差那点钱吗？非得要抠抠搜搜的，一旦让我娘亲出了问题，你这不是在要我的小命吗？张彩霞两眼一闭就昏了过去，程远明吓坏了，抱起张彩霞就朝人群外面挤去。老婆，你醒醒！早知如此，我就干脆将150套房全部买了。你坚持住啊！刚才是谁撞的程总老婆？你他娘的是不是想断了我们的希望？大家伙都别急，我们还是赶紧跟着去趟医院吧。一来体现我们的关心，二来也表现我们的歉意。只要程总夫人没事，我相信程总看到我们的诚意，一定也会原谅大家的。很快，一群人也乌泱乌泱地冲向了医院。高压140，低压84，脉搏100，数据跟踪正常，灯光照射正常，东风明白，设备就位，5、4、3、2、1。我勒个去！不会吧？难道我这是因祸得福了？在剧烈震荡之下，居然帮我打通了脐带最后的那一道屏障，我都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哈哈哈！远明，彩霞，不要说了，你好好休息。我明白。程总，怎么样？您夫人没事吧？没事了。这样，150套房我全买了。很快，西郊贫民窟被个人购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南江省。90年代能以一己之力购买一个片区，绝对是前无古人的大新闻。而省城的一户住宅中，老婆子，你说这个程远明会不会就是我那个外甥啊？就你那个扎了8辈子穷根的外甥，也能买得起整个滨海西郊？报纸上可是说了，这个程远明前几天在滨海中了大奖，会不会真是我那个外甥？毕竟这人都穷到头了，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难道真是让他走了狗屎运？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人，突然之间变成富豪了？你看，尤其还是在滨海，又是同名同姓，说不定还真是他呢。老陈，那你就去一趟滨海吧。如果不是，那你直接回来。如果真是他的话，那咱儿子买房结婚可就不用再愁了。缺的那5万块钱，你直接问他要一点不就解决了吗？而此时，程远明正带着老婆在滨海市区的新房里歇着，足足160平米，还是精装修。老婆，我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这大楼房，在前些天我可是连想都不敢想了。是啊，我们终于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拥有自己的家了。爹呀，娘呀，你们也太肤浅了吧！这就让你们心满意足了？就是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母亲能不能听到？能听到的话就太好了。左思右想之下，程三炮还是放弃了语言交流的冲动。还是算了吧，慢慢来，别再把这个亲娘给吓出个好歹来。万一出个岔子，我还不得胎死腹中了。他爸，你说咱们要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是男孩就叫三炮，是女孩就叫……一句话还没说完呢，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可是新家，他们才搬进来也仅仅半天而已。二舅，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远明，果然是你呀！你的事情我都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不就赶紧过来给你道喜来了。是二舅啊，你可真是稀客。嘿嘿嘿，那个，这些年我们疏于往来，的确都是二舅对你们照顾不周。我们两口子揭不开锅的时候，你说什么宁愿买狗粮也不舍得给我们一把米。现在知道程远明翻身了，立马就来了。彩霞，差不多就行了。那个彩霞呀，当时我也是想帮你们的，可你也知道，你那个舅妈，哎，以至于到了现在，二舅心里还扎着一根刺呢。二舅，你可真会演，奥斯卡是不是还欠了你一个小金人？二舅，这么久没见，家里一切也都好吧？远明呀，哎，一言难尽，你弟弟小伟的对象非要买房才肯结婚，
所以这不就差了5万吗？果然，这是知道我们有钱了，又跑来认亲戚来了。我们家没钱。彩霞，怎么说话呢？不管如何，也是我的亲二舅，咱们做小辈的不能太过分。看来这家里还是我这外甥做主呢，那这个钱跑不了了。二舅，你就说吧，还差多少钱？那个原本是还差5万的，可现在我觉得5万肯定不够了。5万都不够啊，二舅，那我就给你拿10万吧。张彩霞差点一头栽了过去，自己的这个丈夫果然是脑袋被门架了。不行，家里的钱1分也不能动，那是要留给我儿子的。真不愧是我陈凯言的外甥，就是秉性醇厚，亲情至上啊，可不像是有些人，没有尊卑大小也就不说了，还那么的薄情寡义。我儿子小伟可是你们的表弟，你们就忍心看着他因为没钱而结不了婚吗？你儿子结不结婚关我们屁事。张彩霞被气得火冒三丈，连带着心血翻涌，肚子里的程三炮可难受极了。你这个老东西，害得老子又要遭罪。我爹那个爹呀，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彩霞，二舅不是说了吗？当初那是舅妈逼的他。再说了，咱家现在也不差这10万块吧？那不是还有50万的吗？不差钱。程远明说这话的时候，还拿眼角瞅了一下陈凯言，明显这是在装逼。大腿抱得好，前途没烦恼，还有50万，看来只要抓住了外甥这个一家之主，今后还不是大把的银子随便拿，而且还是不用还的那种。此时的张彩霞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完了，BBQ 了，爹呀，你怎么是这么个德行？一有钱，暴发户的嘴脸就展露无遗了。现在的他，唯一跟父母沟通的方式就是踹。可事到如此，父亲已经答应了借钱，就算把母亲踹倒了又能如何？也罢，不就10万块吗？就当扶贫了，给你这个老家伙拿走，噎死你算了。想到这里，他轻轻地瞪了一下张彩霞，答应吧，继续倔强也只是让自己徒生闷气。张彩霞感觉到了程三炮的动静，捂住了肚子。母子连心，她明白儿子的用意，也因为这件事动了胎气，再影响到儿子的发育，也只能同意了。二舅，走吧，我这就给你取钱去。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以及陈凯言出门时对自己露出的那一抹不屑，张彩霞整个人的温度都瞬间降到了冰点。你敢信吗？男人因为拿了老婆的存折去取钱，就被当成小偷抓了起来啊！而那个势利眼二舅以为男人的钱来路不正，立马就见风使舵。同志啊，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我跟这人不是一起的，我们不认识。我操！不认识？呵呵，你说的可不算，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你的折子吗？来到警局之后，2人被分开询问了起来。是啊，是我的折子，我叫程远明。这折子明明是张彩霞的，怎么就成了你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的？你们这种盲流子，我见多了。程远明一听就明白，估计是银行工作人员以貌取人，闹出了大乌龙。张彩霞是我老婆，我们的钱是买彩票得到的奖励，你们可以立马调查。我还买下了西郊的整个平房区呢。老实的程远明还是将自己直接交代了个底朝天。很快接到消息的张彩霞就将他领了回去。而另一边，老实交代，你既然跟人家不熟，为什么又在一起取钱，而且还是那么大一笔巨款？说吧，你是不是在诈骗他人钱财？陈凯言彻底懵逼了。快说，你是通过什么方法骗的受害人准备给你10万块的？啊，我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讨苦吃啊！这个年代的10万块可是大案子了，当然也是基层民警立功的好机会。打了鸡血的派出所民警连番审讯，准备挖出背后的诈骗集团。大有不将陈凯言查到祖宗18代都是平民，都绝对不放过他的架势。也是那时的交通通讯不发达，从陈凯言户籍地调回档案时已经是5天后了。行了，都调查清楚了，你也算是自作自受，害得我们的同志都跟着瞎折腾。以后啊，可别眼睛里只有钱没有亲戚了。哼，程远明，你给我等着，这口气我一定得出。张彩霞，你也等着，嘿嘿，这10万块钱我陈凯言还界定了。彩霞，对不起，让你受气了。算了，你二舅是什么人，你也应该知道的更详细了吧？这样也好，以后他就不会来了。娘嘞，你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就看上了我这个爹呢？脑子一热就装逼，冷静下来就懊悔。你看着吧，所谓秉性难移，这个亏吃了他也不会长记性的。老头，你放心吧，我今后再也不会犯傻了。我们刚刚搬到市区，现在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可总不能坐吃山空啊。你离生产还有3月，我们该再干点什么呢？张彩霞闻言也陷入了沉思。他们2口子都是自小劳作的人，这种坐着花钱的日子真是过不习惯。要不你就再去工地上找份工作，先凑合干着，一切等孩子出生之后再说。再去工地找份工作不行。情急之下的程三炮这一声直接喊了出来，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脱口而出的一声竟然传到了张彩霞的耳中。他爸，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呢。
我怎么没听到啊？娘，是我在跟你说话。他爸，他的确是跟我说话了，还叫我娘呢。娘，我是你儿子，我叫程三炮。他爸，这孩子说他是个儿子，还说他叫程三炮。老炮，你会不会怀了鬼胎？鬼胎？爹，怎么能说你儿子是鬼呢？娘，我不是鬼胎，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特异功能。那程三炮，能说说你是怎么知道外界的事情，又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动静吗？娘，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能看得到，也能听得到，就是这么一点点特异功能。其实你不用害怕，只要记住，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正常的儿子就行了。老炮，他都说什么了？这孩子拥有特异功能，看来出生以后绝对是个神童。他爸，咱们有福了。老炮，那你问问这孩子，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合适呢？听到了吗，儿子，给你爸出个主意吧。去买股票吧。你不是不让我们买股票吗？娘，那天我跟你还沟通不了，自然也无法帮你们做出选择了。但今天不一样，我完全可以直接指挥做出评判。不过去买股票前，先去置办一身行头。咱们家现在也是有钱人了，穿的富贵点才行。两口子来的服装店，试穿了30件后，他爸，这些衣服也太贵了，我们还是去自由市场转转吧。此时忙碌了半天的售货员一听，脸色当即就拉了下来。没钱装什么大款，跑滨海大卖场试穿来了，害得我跑来跑去劳累半天，你却说没钱购买，真气死人了，穷酸。你说什么呢？谁是穷酸？这只不过是我媳妇会过日子，节俭惯了而已。真以为我们没钱，狗眼看人低。呵呵，原来是个有文化的穷酸，没钱都能说得那么清新脱俗。打包，把我老婆刚刚试过的衣服都给我打包了。咦，远明，算了吧，这哪里是花钱，纯粹就是在糟践。对不起，你别听他的。张彩霞说完，拔腿就走。程远明还想坚持，可张彩霞头也不回。就知道你们买不起，还打肿脸充胖子呢，装逼也会招雷劈的。哟呵，这不是我的高中同学张彩霞吗？真是巧啊！服装店门口迎面进来了一男一女。苏亮，是挺巧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了，这位是？这是我丈夫程远明。看样子你过得不怎么好啊，还以为你的眼光有多高，心气漫过天呢，却原来嫁给了这么一个穷鬼。有故事呢。不好意思，苏亮，我家里还有事，就先走了。彩霞，你刚才都试穿了哪些衣服？喜欢的话，我给你买下来。你嫁给这个穷鬼，过得不好，我也是有责任的。谁让我当初没把你追到手？先生，这位女士刚才试穿了30件衣服，每一件穿在她的身上都非常合适。我老婆的衣服用你买吗？那你给买呢？要是我的女人不管看中了什么，我都会立刻掏钱救你，行吗？苏总，我昨天就看中了几件衣服，那件，还有那件，我都要了。噗，敢对老子趁火打劫，也不看看你的身价，臭肉一堆。娘，我突然觉得开一家服装店也不错，最起码将来你们不用再四处打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了。要不然就把这家店盘下来吧。可是你不是要买股票吗？买股票还得买，但用不了那么多钱，几万块钱足够了。你们老板呢？给我叫过来。干什么？我要盘下这家店。彩霞，你可别冲动，这点气我能忍。远明，这是孩子的意思。哦，快点叫老板了，你们还磨蹭什么呢？你敢信吗？男人一生气就给老婆买下整个店，真可谓包治百病，医到病除，老婆大人乐开怀。哈哈哈！接上集，程远明夫妻俩在服装店遇到了没带脑子的苏亮。问我行不行？不好意思，我还真行。我今天一不高兴就要为我老婆买下整个店，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魄力。行，你就装，麻袋都没你能装。等下老板来了，看你怎么装。是谁说要盘我的店？是他们说要盘下你的店。老板，你觉得可笑不？逗我玩吗？穿得这么寒酸。麻袋兄，人家老板来了，你倒是掏钱啊。就是掏钱啊！我们老板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让我们老板白跑一趟，你可赔不起。不错，就是我们想要盘店。嘿嘿，我这店目前连房租带货，总共50万。你若是真想盘，那我就给你打个折，40万。哈哈哈，有些人呀，为了面子，什么都敢吹。人家老板现在说了40万，来，掏钱啊！此时的程远明正等着程三炮的决定。娘嘞，40万，咱就拿下吧。有便宜不占，那不就是乌龟蛋
怎么是被40万这个数字吓着了吗？呵呵，麻袋兄怎么站在那里傻了呢？哦，是没钱还是说钱不够？不够的话呢，我倒是可以给你赞助点，就10万吧。只要你能掏得出大头，我苏亮就给你拿个小头，而且白拿不用还的那种。白拿不用还，娘让他立字据，他敢挤兑我父亲，那我就让他付出点应有的代价。给我赞助10万还不用还，那你要给我立字据，可要说话算话。不就是赠与协议吗？签就签，我苏亮历来都是一言九鼎。想用立字据来逼我退缩，可惜啊，我苏亮还偏偏就是个胆大的，我就吃定你这个穷鬼了。今天不在张彩霞的面前将你扒得体无完肤，让她看看自己的老公在人前有多丢人，我就不叫苏亮了。但前提条件是你得能拿出30万来，否则协议无效。没问题。这么淡定，看来这是被我逼得下不了台，狗急跳墙要硬撑到底了。那就麻烦这位老板找来纸笔，我们现在就签个协议。那行，顺便也把我们的买卖协议一并签了。可以。那如果买卖协议无法完成呢？这个嘛，果然这一句涉及到了赔偿的话，让彭远明出现了犹豫，而在苏亮的眼里，他却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老板，等我们签完，你再跟他谈，他有没有钱还不一定呢。服装店老板立马掉头就拿来了纸笔，双方签好了赠与协议。真签了，这个家伙不会是有诈吧？怎么怕了？我会怕？哼，我苏亮历来一言九鼎。彩霞，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这个丈夫是个什么货色。你笑什么？没什么。老板，那我们的合同也签了吧？如果买卖不成，我甘愿付你3倍赔偿。瞬间，整个场中突然安静了下来。妈的，掉进坑里了吗？不急，不是还没付钱吗？我得淡定，淡定。很快，两人就签好了合同。呵呵，你们现在是不是很想看看我能不能拿得出30万来吧？不错，我是真想看。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只要你现在跪下来祈求，我们可以帮你给老板说点好话。毕竟3倍你们也赔不起，不是吗？就是啊，有些人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好了，一切过场都走完了，你们的戏也该结束了吧？拿钱吧，我们老板可还忙着呢。老板，这张存折里有50万，你拿去，现在立刻转账吧。哈哈哈，你可笑死我了！你存折里要是真有50万，你能放心的交给别人去转账？分明就是想要骗着老板离开，然后你好脱身吧？想跑？呵呵，是你想多了。哈哈哈，苏总你好棒哦，一下就看穿了他的把戏，我倒要看看他现在怎么办。我之所以把存折给他，可不是我想跑，呵，我是怕有些人跑了。很快，服装店老板就回来了。哈哈哈，怎么样？肯定是空折子吧？彭远明，就如我女人说的，现在你只要给我跪下，我还可以帮你说2句好话。在他看来，若是转账成功了，这老板一定是喜笑颜开的。可他不知道，店老板正在因为他自己那瞧不起人的报价而后悔。快点跪下吧，不然苏总反悔了，你可连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穷鬼，这下知道嘴硬到底的代价了吧？你叫苏亮是吧？剩下的10万块，请你支付一下吧。什么？让我支付10万块？这怎么可能？他们真有30万。请你支付一下吧。你再多说一句，我就躺下了。10万块，你是现金还？那可是10万块啊，是我辛辛苦苦打拼了多年，不对，是一点一点从老爷子那里抠来的。他们会不会是一伙的，来骗我钱？万般无奈之下，苏亮直接开始耍无赖了。你们就是一起的，再给我玩仙人跳。不错，你们肯定是一伙的，这么个穷逼，怎么可能有30万？不行，我要报警。苏亮的女人也反应了过来，并且比他更加直接。话落之后，朝着门口就走了过去。你给老子回来！你就在这里，给老子好好待着，我去报警。苏总，还是我去吧。贱货，若不是你3番2次的在旁边拱火，老子能上他们这个当，还想去报警？傻子都能看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一伙的。老子那么一说，无非就是想赖账而已。苏总，他们明显就是在骗你的钱，我们必须得赶紧报案啊！闭上你的臭嘴！我爸是副市长，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如何？到此为止，哼，10万块啊，不要白不要，正好给小爷买股票，又增加了不少的资本呢。苏亮，今天的事情是你先挑起的，赠与协议也是你自愿签订的，一切就按照协议办吧，不然的话就按照你女友说的，报警处理。不行，一旦被法院执行，后果可就严重了。儿子被法院执行，副市长的面子可承受不起。那
张彩霞，能不能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少要一点？不行，协议自愿，赠与分明。你敢不掏钱，我就敢上法院。对，你如果不按照协议进行的话，那我也作为原告跟你上法院执行。行，10万就10万，山不转水转，你们给我等着。苏亮随即走出了服装店，而他的女人则被压在了现场。老板，对不起，刚才是我。没关系，你被开除了。售货员一听愣了，自己的饭碗就被自己的贱嘴给砸了。人家争风吃醋，关自己何事？都是你这个贱货，你就是街边的一块臭肉，却要跑来充什么贵妇，害得老娘丢了工作，看我不打死你！谁是店长？把他们赶出去！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两个都是活该！哈哈哈，笑死我了，真是一场好戏啊！娘，赶紧安抚一下店员，咱们还要去证券交易中心呢。我重生到娘胎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父母赚钱。程远明和张彩霞来到证券交易中心，看着花花绿绿的大屏幕，大脑就死机了。儿子，我们该买哪一种股票啊？不急，娘，你先让我爸去开个户吧，我在这里再看看。我现在资金不足，只能维持短线。娘，买纳智300815创业板电子类。可当张彩霞将程三炮的意见告诉程远明后，程远明却不愿意了。他刚才听人说了几句，绿线代表的就是一路下跌的，而现在儿子要买的这只股都已经跌到盆底子上去了。彩霞，儿子他究竟懂不懂股票？要是不懂，可也别强求，万一要是赔了，可就连这点钱也没了。他爸，我觉得还是听儿子的吧，咱们就买这只股票。彩霞，你可要想好了，这是我们仅剩的20万了。娘，机不可失，一旦错过了时机，那接下来的很可能就是赔钱了。远明，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的，一切听着孩子安排，怎么已经到这里了，你却又开始怕狼怕虎了？看着自己妻子的态度，陈远明无法反驳，按着儿子的意思去买股票了。我这个爹呀，哪都好，就是胆子太小。孩子，你也别怪你爸，我们从小生活贫困，就算有钱也是要考虑长远，这都是多年的习惯了。娘，你就放心吧，不管如何，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不可能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两人正说着话呢，程远明回来了。彩霞，我回来了。股票买好了？买好了，但是我听了一个高人的指点，孩子说的那只股票，我只买了1万块的，但是那个高人给我指点的一只，我一口气就买了19万的。刚说你胆小，怎么现在就胆子大了？一个陌生人的话，就能让你一下子花掉19万。娘，你赶快问问他，买的是哪一只股票？我买的是长阳制造的，据那个高人说有很大的上升空间，19万估计能发笔小财。不好，长阳制造90年底就宣布破产倒闭了，好像就在今天。完了，BBQ 了。儿子，你爹买的这只股票怎么样？娘，再有半个小时，这19万就没了。张彩霞顿时感觉脑子一震，脚步踉跄之下差点栽了过去。老炮，别激动啊，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才发这点小财算什么？儿子，难道现在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等到下午一开市，这些股票就全部抛出去的话，还来得及。远明，你赶紧去把股票卖掉。卖掉？为什么要卖？那高人可是说了，这只股票必然会涨到一个新的高度，很有可能就会问鼎天花板，创造神话。远明，我再说一遍，赶紧去把这只股票卖了，这是我的意思，也是孩子的意思。彩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跟你对股票都不懂，我是不会放着高人的建议不听，来听你们两个胡言乱语的。你把话再说一遍，谁在胡言乱语呢？你若是真有本事，我也不会每天都吃胡萝卜了。这句话直接戳中了程远明的软肋。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是没本事，我是比不过那个苏亮，我挣钱还要靠我这个没出生的儿子，我就是一无是处，行了吧？程远明将那1万块钱的股票账户扔给张彩霞，竟然掉头离开了。娘，你也不要生我爹的气，他不懂股票，听人家胡乱指点也是正常现象。可是那19万怎么办呢？那可是19万呢。娘，你别急，也别心疼钱了，不就是19万吗？我们母子齐心，今天闭市之前就帮你把你这19万给他挣回来。一下午挣19万，儿子，你可不要勉强，就算这笔钱没了，咱们现在也可以过安稳日子，别拼命。放心吧，娘，这点小事还影响不到我的发育。娘该怎么配合你呢？娘，你现在去交易区，按照我说的操作就行了。张彩霞挺着大肚子，便毫不犹豫地朝交易区走去。他儿子的交代，他都记下了。而此时，程三炮买进的股票，经过了一阵轻微震荡之后，竟然出现了强劲的攀升。娘，立刻出手！张彩霞在程三炮话落之后，立刻就将交易凭证递了出去。娘，立刻买进那只300714的股票。
还没等张彩霞的手从窗口收回，程三炮又一道命令就已经脱口而出了：给我买进300714。母子两人的配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的地步。通过不断的买进卖出、打短线、玩高频率，就这样，在一阵频繁的操作之下，张彩霞手中的账户里很快就累积到了5万块。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大肚子的女人，她竟然用1万块钱回笼了5万的额度。这是谁家媳妇这么厉害？听着一颗大肚子都能将股票玩得如此顺畅。时机把握精准，进出都在巅峰，火候更是掌握的分毫不差。这女人不简单。于是，在张彩霞的身后站满了大批的股民，只看张彩霞买什么，他们就跟着买什么。张彩霞出手，他们就立刻抛售。到了下午1点，张彩霞准时走进了交易大厅，依旧按照上午的节奏，开始了频繁的买进卖出。而每一次出手，收获的不仅是利润，还有那些围观者们惊叹的赞扬。这女人可真行，我从上午就开始观察她了，到现在为止竟然没一次失误。好师傅，你来了。小老弟，我给你指点的方向怎么样？好师傅，据你看，我这只股票还有多大的涨幅？涨幅吗？肯定还会更加强劲的，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持有。不过，你若是想要挣快钱的话，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个高人。挣快钱当然好了，不用长时间的等待，马上就能见着利润。你看到了吗？那个大肚子的女人，那不是自己的老婆吗？怎么成了好师傅嘴里的高人了？好师傅，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我给你的推荐你还不信吗？程远明眨巴着眼睛看着好师傅，自己的老婆他怎么会不了解？怎么就成了炒股高人？他今天上午可是以1万块钱的资本，直接创造了5万块钱的回报，这还不算高人？一上午就从1万变成了5万，那要是20万呢？他已经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自己儿子的杰作。自己上午若是不擅作主张，现在他早成百万富翁了。你特么的就是个骗子，你害老子损失了整整100万，你知道吗？你怕不是有病吧？就你还想要挣100万？那个你所谓的高人，她是我老婆。那你是真有病了！你既然有这么厉害的老婆，还来问我干嘛？就在这时，灾难发生了。快看啊！长阳制造的股票跌了，暴跌！瞬间将所有人的视线给吸到了大屏幕上。长阳制造正以巨石落地般的速度一路下沉。快呀，赶紧抛售啊！再不抛，可就完蛋了。完了，我血本无归了。而看着混乱一片的现场，程远明彻底傻在了原地。长阳制造崩盘了，随着股指的骤跌，整个夏国的证券市场都遭到了沉重打击。风暴蔓延开来，牵连了整个制造行业的所有企业，有些人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我的天呀，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全部积蓄，就这样就在我眼前没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完了，我怎么给老婆交代啊？谁帮我，给我出个主意啊！我重生到娘胎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父母赚钱。接上集，一场突如其来的股灾席卷了证券交易中心，深陷其中的股民个个脸如死灰，不听劝告的程远明也在其中。完了，我怎么跟老婆交代？而这边的张彩霞看到这样的场景后也是非常紧张。儿子，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呢？娘，这是出现了股市崩盘，别管他们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他并没有告诉张彩霞，程远明此时也跟这些人一样，身坠地狱亏空老本了。他怕影响到张彩霞的情绪，致使他分神走神，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操作。那儿子，我们还买不买了？买啊，为什么不买呢？再有3万就完成今天的目标了。娘啊，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个机会呢。股市震荡有弊有利，制造业属于传统板块，随着大面积的波及，整个传统板块的股指都被瞬间拉低。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创业股会在这轮震荡中异军突起。程三炮的话好似一针强心剂，一阵担心的张彩霞瞬间就有了靠山的感觉。娘，300835买进3万块，300677买进2万块，还有。随着一连串的数字脱口而出，张彩霞将手里整整17万都按照程三炮的指示全部变成了股票。果然，还没到1刻钟的时间呢，他所买进的所有股票就出现了全面飘红的局势。娘，这一下我们不要急于出手了，等到快闭市的最后一刻再全部抛出。虽然依旧是短线，但持有的时间却延长了。今天传统行业板块的滑铁卢会刺激创业板的骤然喷发，程三炮想要将今天的最后一笔做到最大的利润。而此时，程远明走了过来。彩霞，我来了。你买的股票什么情况了？我赔光了。本来一开始这只股票是涨。行了，我知道了。没有发火，没有生气，张彩霞尽量把怒火压在心里，先把它放一边晾一晾，但愿它下回能长长记性。彩霞，那个，我听说你们今天在频繁的买进买出，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那是我儿子的功劳，跟你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
看到老婆的冷脸，程远明自知理亏，也不敢再继续作声了，只是站在一边，等待着跟张彩霞一起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创业板的股指都跟疯了一样开始拼命上扬，和程三炮预想的一样，最终探到了顶端。娘，快出手！张彩霞毫不犹豫的就将所有股票抛了出去，资金回笼竟然达到了34万。哇！不仅完成了今天的目标，还超出了整整14万的巨额利润，这让一旁的程远明彻底傻了。他的儿子还真是个奇才啊！也幸亏自己当时还给他买了1万的指定股。想到这里，那个亏损19万的事也就没那么多负罪感了。哈哈，看来今天我也是有功劳的。而此时的程三炮却是阵阵眩晕在不断的朝脑海涌荡。尽管他拥有着前世的记忆，仍旧是一位股市里超高水准的弄潮儿，但是他现在毕竟只是个婴儿。看来我得歇息2天了，不然这条小命恐怕得就此嗝屁啊！我们走吧。就在此时，张彩霞说了一句，然后迈步就走。程远明泰然自若的紧跟其后。远明，我们谈谈吧。彩霞，我已经知道错了，不该那么固执的坚持己见，更不该自以为是的听别人的话。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只是你的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吗？那还有什么？你不觉得自从我们有钱了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吗？怎么就变了？彩霞，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远明，你不觉得自己现在很浮躁吗？完全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嘴脸，认为自己都快要无所不能了。可这一切是我们的功劳吗？你我其实都清楚，这一切和我们无关，是我们儿子的杰作。哼，那又怎么了？跟我浮躁又有什么关系了？我不也是想为这个家好，想要为这个家多挣点钱吗？有错吗？还暴发户的嘴脸，你怎么不说我就差上天了呢？你娘，你就别跟我爹吵吵了，为了这点事不值得。等他慢慢适应了一切，也就慢慢的改正了。听到儿子的劝解，张彩霞也平息了一下心情，为了孩子，自己也得忍着。算了，远明，我也不想跟你争吵，但愿今后你做事能够三思，不要再由着自己的性子盲目进行了。看到老婆的态度终于转变，程远明也立马没了怨气，可随即他就来了劲。老婆呀，你们这一天净赚了30多万，对于这笔钱有什么安排了吗？我今天也看了，股市里面风险巨大，好多人都在这一天之内就倾家荡产了，所以我觉得那万一咱们还是少接触吧。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万一咱儿子一个不慎，可别也血本无归了。没文化真可怕，知识绝对限制了人的思维和认知。你能相信一个陌生人，怎么就不信你的亲儿子了？远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咱们儿子接连几次的成功，还不能让你对他信任有加？若不是他，你能住上现在的房子；若不是他，你能买下品牌服装专卖店；若不是他，你能买下整个西郊；若不是……行了，又开始逼逼叨了。反正34万是吧？咱俩一人一半，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能力为这个家挣钱，你就说给不给吧。你想都别想，我是不会让你拿着钱再给儿子制造麻烦的。呵，我就知道你打心眼里还是看不起我，还是觉得我比不上苏亮。那你去找他，还跟我过什么？程远明的胡搅蛮缠使得夫妻之间爆发了自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争吵。娘，你就给他吧，不就是17万吗？就算我爹赔光了，我也能赚回来，不能为了钱就影响了感情。可是你爸他怎么能？娘，我重要还是钱重要？程三炮这句话一出口，张彩霞满肚子的怒火瞬间就被熄灭了。行，我明天一早就给你转17万，你可以拿着钱去展现你的能力让我看看。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这笔钱你要是再赔了，今后就别再跟我开口，一切就听儿子的安排吧。可以，那就走着瞧。程远明一口答应了下来，有钱有资本，他可不承认自己是废物。两口子不欢而散，也出现了自结婚以来的第一次分居。儿子，你说你爹真的能挣来钱吗？娘，你就放心吧，我爹肯定能成事。还是那句话，即便他赔光了，也就当作是长记性了。经验嘛，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中积累起来的。程三炮拐着弯安慰着张彩霞，其实以他的见识和阅历，他比谁都明白，程远明没魄力，没眼光，更加还没胆量，现在只是花大价钱买经验。儿子，娘知道你这是在宽慰我，哎，算了，就由他去吧，只是辛苦你了。程三炮早就明白，这个老爹还会给他搞事，只要老妈能想通，平平安安的将他生下，就任由老爹在外面浪去，等自己出生了再好好收拾吧。哎，只能如此了，谁让我摊上这样的爹了？老板，你过来看看，过来呀！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啊，口水都流了。还是老板识货，要带上一点吗？17万都在这里了，现在你可以拿出男人的样子，展现你的能力给我看看了。那你就回家好好待着，等我回来给你看。
程远明急不可耐地转身离去。昨晚他就想好了，他要成立一个公司，先倒卖随身听，再倒卖录音机，最后发展成一个大公司，甚至都规划到10年以后，是先倒卖自行车，还是先倒卖电风扇而熬了一夜。作为一个大公司的创始人，还是挺辛苦的。千里之行，始于眼下，加油加油加油！儿子，你说你爸干什么去了？估计应该是办理执照开公司去了吧。办公司？那他能干什么呢？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能干的挺多的。若是正好被我爹抓住了机会，说不定还真能发大财。程三炮安慰着张彩霞，但心底还真希望瞎猫能碰到死耗子。毕竟这个年代遍地黄金，套用后世的一句话，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就是希望这次风能大一点吧。而程远明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改头换面了，高定的发型，打了摩丝，锃亮的皮鞋，打了鞋掌，一只真皮软包夹在嘎吱窝里，意气风发走路带风。他是要打探一下随身听的行情，同时也想要了解一下进货渠道。你好，想买什么东西？进来看看，我这里有随身听，有小霸王，还有磁带、录影带、港片、武打片、爱情动作片，应有尽有。啥叫爱情动作片？老板，你过来看看，过来呀！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啊，口水都流了。还是老板识货，要带上一点吗？我不是来买东西的。不买东西，你是逗老娘玩的吗？嗨，我也是刚刚成立了一个公司，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所以来你这里打听一下，从哪里能进货呢？你看，打听我的进货渠道，你特么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拿老娘开涮来了，滚！老板娘，我虚心请教，你怎么骂人的？怎么了，阿珍？强哥，他欺负我。不明就里的程远明哪知道他犯了人家的忌讳。你要干什么？我的女人都敢碰！你是谁呀？我要跟老板娘谈合作，关你什么事？你难道没听过这个歌吗？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都听明白了吗？还不走，老子削了你！程远明哪经历过这些，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难道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吗？我看这人就是个变。我刚才已经打听过了，他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这才跑去询问人家的进货渠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二货，居然询问人家进货渠道？那我们还不赶紧给他表演一出？对，一定是我没有一进门就道明来意，结果却不是买东西的，这才招来了一顿臭骂。自认想通了关键的程远明，举步又走进了一家店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来刺探老娘的机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油头粉面，跟个抽了筋的鸭子一样，再敢来老娘门前晃荡，看老娘不掐死你！这女人太可怕了，还是我家媳妇对我好。哟，这不是王鹏举吗？听说你最近生意是做的风生水起，发大财了吧？哈哈，是杨明啊，你可别抬举我了，不过就是进了一批随身听，搞搞批发而已。哦，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看来老天爷都是支持我的。对了，还是要多夸夸自家媳妇，刚夸完就有捡银子的机会了。我再继续听听。王总，你现在每个月的出货量都在几十万上下呢，这个消息同学圈里可是已经传遍了。我不过就是垄断了随身听在滨海的批发，每月也只能维持个温饱而已。那你今天来这里是？我来看看市场的出货量怎么样。最近我的库房里存货也不多了，又赶上厂商涨价，我也是焦头烂额呢。厂商要涨价，库存不多了。这两个消息刚一冲进程远明的耳中，他立刻就有了行动。你好，你刚才说你是做随身听批发生意的吗？上套了啊！不，你是来上货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刚刚成立了一个公司，正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但苦于找不到进货渠道。不知你这里？我这里没货，源头涨价，我也库存不多，老客户的货我还得竭尽全力供应呢，哪还有精力发展新客户？我愿意出再高一点的价格，可以全部收购。什么抬高价格，全部收购？你把我王鹏举当成什么人了？我做生意历来讲究一个信用，都给了你，那些老客户怎么交代？不行，这绝对不行。王总，万事好商量，你把货卖给我一个人，以后就不用亲自跑市场来看行情的，多轻松啊！我得为自己的声誉考虑啊！所谓人无信不立，作为生意人更应该为此而考虑。我出2倍的价钱收购你现在的所有库存。那个王总啊，身为老同学，你看我能不能为你提个建议？当然，以咱们多年同学的关系，你但说无妨。王总，我觉得嘛，这位大哥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你是一个生意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利润。这位大哥给你的价钱还是双倍，大客户啊，一个这样的大客户对你未来的帮助可不是那些散户能比的。
太好了，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啊。那个，这位老兄，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王总，你能拿出多少钱来吧？看看能不能全部吃下。买卖嘛，讲究的就是个诚信。我能拿出17万。乖乖，果然是条大鱼，居然还是条金鱼啊！我现在的库存有整整1000台，按照每台原价100算，你给2倍就得20万了。可你的钱，王总，既然2位都诚心诚意，我觉得还是不要局限于钱的多少了，主要是以促成为目的吧。行，就听我老同学的，今天这桩生意就这么定了。太好了，感谢王总，感谢这位兄弟。不过我做生意有个原则，第一次必须得先打款后提货。什么？先打款才能提货？怎么？你是不信任我这位同学？算了，王总，你还是继续你的安排，到市场上看看那些商户的销量吧。也是，这次呀，就算了吧，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合作，相互之间缺少信任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生意人的行规就是如此，彼此陌生就必须得先打款，那也是一种保障吗？我懂，行规嘛，先打款没问题，咱们这就前往银行吧。快，3人就在银行办完了手续。程大哥，你把地址给我，我这就回去给你安排送货。对，王总，你可一定不要拖延呐！今天能促成一桩生意，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这成就感都快爆棚了。我的公司就在普坛路128号，我会在那里等着的。行，那你就在公司静候佳音吧，最晚下午6点，货就能送到了。哈哈哈，这就算是开门红了吧，还省下了3万块，老婆知道后一定会夸我的。这办公室还是不够气派，等这批货出手之后，我就办他一套豪华阔气的。现在万事俱备，就只差6点这个东风了。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只差3分就到6点了。大老板做事就是严谨，送个货都要做到分秒不差嘛。很快6点到了，程远明伸长脖子朝街头看去，可是哪里有送货车的影子？不会出事的，王总不是说了吗？他是最重信誉的人，这批货连那些老客户都没给，就给了我，说明他对于跟我的合作还是很上心的，不会出事，绝对不会出事。Later， 天渐渐黑了，时间慢慢的来到了9点，突然程远明如同疯了一般，撒开鸭子就朝街角跑去。这就去打电话问问那个王总，或许人家是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意外给耽搁了呢。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听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听号，是听号，是听号。完了，我被骗了，我的17万，整整17万，我怎么跟老婆交代？儿子，你爸都出去1整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娘，你就放心吧，我爹绝对不会有事的。可是娘的心怎么就这么慌呢？彩霞，我回来了。回来了，今天一天你都去哪了？我今天可是忙坏了，注册公司，寻找进货渠道，整整奔波了1天，脚都麻了。那执照下来了吗？你就开始寻找货源了？还没呢，程序得走1个星期，但是总得提前把后面的事情安排好吧，不然执照一下来，我却没货可卖，那不是耽误时间吗？听着程远明头头是道的讲述，张彩霞欣慰了，丈夫能成事，这是所有妻子最为骄傲的事情。那你是准备做什么生意呢？随身听。不错，看来老爹是踩到风口了，猪也要起飞了。但是怎么看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呢？按老爹的性格，选择了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应该是摇头晃脑炫耀不断才是，难道出事了？儿子呢？这风口的风确实挺大，可是这浪也大呀。什么是随身听？是不是能挣大钱呢？随身听嘛，就是一台体积小巧的录音机。好了，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完了，绝对出事了。接连2天就给家里损失了整整36万，我是不是真就是个废物？儿子，你爸怎么那么奇怪呢？娘，你就别多想了，我爹估计是太累了。爹呀，但愿你只是损失了一点，不然你这条烂皮裤，我得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不断的给你缝补啊？彩霞，明天你们还要去证券中心吗？是的，儿子说了，要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贫困，最少也得让家里有1000万存款吧。1000万，还是儿子厉害啊！不过我过几天可能还需要一笔钱。通过今天的摸索，我发现最近随身听的货源相当紧张，有可能会涨价，所以我想囤点货。果然是出事了，17万呀！你是怎么弄没了的？完犊子，肯定是被骗了，这可不能让娘知道了，要不然我还能不能安稳出生都是未知数。娘让爹明天跟我们一起去吧，也好学学炒股的技巧。远明，儿子说让你明天跟我们一起去股市呢，顺便也学学炒股的技巧。儿子没说我还需要钱囤货的事情吗？娘，你就告诉他，最近股市震荡，所以不适合做实体生意，反而由于震荡出现了许多腰股凸起的异象，所以还是让他先歇歇吧，
因为这是个利用股票让财富暴增的机会。行吧，既然儿子都说了，实体生意现在行情不行，那我就按照儿子的意思来吧。毕竟做生意嘛，也真的不急于这一时。老爹啊，你终于学乖了，17万的事绝对不能戳穿，否则就是家庭大战的爆发。随着股市震荡的发生，这里早早的就挤满了前来看行情的人群。我昨天一天手里的股票就变成了废纸，今天若是再没有反弹的迹象，我就倾家荡产了，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哎，谁说不是呢？谁能想到这制造业的股票竟然也会暴跌成狗？赚了，赚大发了！我前些天买进了一批你们不看好的创业股，昨天竟然翻倍了。彩霞，你问问儿子，这么复杂的变化下，他有几分把握能保证稳赚不赔？娘，你告诉我爹，我有100%的把握，今天就能让你们成为千万富翁。什么？今天就能让我成为千万富翁？由于过度激动，程远明这一嗓子就没压住，直接吸引了周边无数的目光汇聚。人群里，一个青年也朝这里看了过来，此人正是前2天和程远明对赌的苏亮。今天就成为千万富翁？我说这一大清早的，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别在这里吹牛了，免得丢人现眼。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1天之内成为千万富翁，老子当初也是这个想法，可现在呢，只剩下了一条裤衩子。这是哪来的土包子？1000万没有几百万的投入，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产出？一看就什么也不懂，在这里呼喊乱叫的。苏亮，你别得意，等会儿我会让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呵呵，程远明，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么这样如何？你若是今天能实现1000万的目标，我手里这5万块钱的股票就是你的。若是你再吹牛，那你就赔给我15万。你敢跟我打赌吗？程远明犹豫了，儿子虽然已经说过了，他有100%的把握，可是万事无绝对。看到程远明的犹豫，苏亮知道他胆怯了。呵呵，我就知道有些人呀，一冲动什么话都敢说，可一轮到实际了，立马就怂了。哎，就你这个废物，真不知道张彩霞看上你什么了。好扎心的一句话，程远明昨天被骗的火气还窝在肚子里，这下直接就窜上了心头。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张彩霞到底看上我什么了。苏亮，这个赌约我接了。老婆，今天让我来吧，儿子吩咐什么我就照做什么。你行吗？哈哈哈，你行吗？一个大男人却被自己的老婆质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就是个窝囊废啊！苏亮，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我不想跟你翻脸。我们夫妻说话与你有什么关系？就让爹来吧。都是男人，他自然了解此时程远明的内心是有多么愤怒。若是再行阻止，恐怕他得当场爆发了。好吧，那就你来。不过你可一定要好好跟儿子配合，千万不要迟疑不决，甚至自我发挥呀。知道了。儿子，今天就让所有人看看我们父子齐心是个什么效果。没问题，爹，只要你全力配合，儿子一定把那个苏亮的脸给他打成稀巴烂。还是你懂我，儿子，我准备好了。爹，300517买进5万块，300638买进3万。很快，程三炮就已经进入了角色，指挥着程远明一连买进了5只创业股。而此时的程远明也还在气头上，按照程三炮的交代，一股脑花光了账户里所有的钱。这一幕将旁边的苏亮直接给看笑了。哈哈哈，我就说嘛，你怎么能懂股票这种高端的东西呢？废物永远都是废物，竟然一连买进了5只已经跌到盆底的股票，你这是心灰意冷之下，想要以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报复我吗？跌到了盆地的股票，这人都买，不是脑子进水了，就纯粹是个门外汉。要不然就是在赌气发泄，10几万就这么砸进去了，这心得有多大，才能干出这蠢事来啊？儿子，你到底行不行了？他爸，你只管全心全意配合儿子，别听人们胡言乱语。我们昨天就是这样操作的。是吗？那我就放心了。快看，那5只股票怎么出现了涨势？难道这个窝囊废真的是走狗屎运了？不可能会这么巧吧？爹，立刻出手，全部抛出。仅仅半分钟不到的时间，那5只股票经过了短暂停顿，又开始了一路向下，瞬间探底。哈哈哈，我就说嘛，老天爷他也是长眼的，怎么可能会单独照顾你呢？看看，果然又跌了吧？我在20秒之前的交易，难道你没看到吗？不好意思，这一进一出之间，我就纯挣了30万，不知你是何感想？怎么愣住了？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是不是很无法接受？苏亮，我很期待你那5万块钱的创业股啊！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一次也就是你命好罢了。哼，我就不信你一个乡巴佬真懂炒股。那要是我下次依然盈利呢？你再次盈利，你要是还能做到刚才一般，不用等到1000万的结果出来，我连这10万都一并给你。苏亮，你说话可算数嘛？毕竟我们这次可没时间写合同。哇，这2个人都疯了，这就下了10万块钱的赌注。
有钱人的世界，咱们可真不懂啊！仅仅只为了一口气，就要用10万块钱砸对方，真有脾气。真是豪横啊！这小伙子有魄力，不服就干，是个爷们。若是你做不到再次盈利呢？那我把刚刚挣来的30万全部给你。造孽啊！今天可没白来，就算一无所获，但也看了一场惊心动魄，值得了。还是这人有胆量，你敢拿10万砸我，我就敢用3倍抡你，我抡不起你。哈哈哈，热闹激烈，太他妈的过瘾了！只要胆子放得开，50能当路虎开，好男人有种。你要敢反悔，老子今天放不过你。哈哈，那就走着瞧吧。远明，把心放肚里，集中全力按照儿子说的做就行。有了儿子的保证，有了老婆的力挺，他的心也安定了下来。300312 10万，300894 15万，300219 12万。很快，又是一番频繁买进开始了。状况同样，7只股票全部都是停在盆底的创业股。这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吧！40多万竟然都买的盆底股，这不是在找喜吗？疯了！看来这股市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待的地方了，这里只适合疯子。就怕他最后血本无归，跟人家毁约不认啊！毕竟那可是30万。呵呵，你能碰着一次血耗子，你还能再次抓住偷粮猫吗？真以为有了一次撞大运的经历，这股市就变成你家开的了？诸位乡亲，你们可得给我做个证明啊！30万不是小数字，到时候我逼他兑现，那也不能算是抢劫吧？当然不算了，愿赌服输，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都可以给你作证，到时候走到哪里，这笔账也得认。感谢大家的力挺，今天我若是赢了赌约，中午就在龙凤阁请这里所有的人吃饭。一时间，群情再次振奋了起来。可就在此时，程远明买进的7只股票突然出现了震荡，紧接着一条刺眼的红线就朝上方急速蹿升了起来。瞬间，现场一片寂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快抛啊，快抛啊！这一抛就完了。此刻，无数道视线都汇聚到了程远明的身上，可是程远明并没有动。快看啊，那7只股票开始下跌了。呵呵，我就说嘛，这股市规律怎么可能破除呢？盆底股票暴涨暴跌，这期间的机会稍纵即逝，你若抓不住，那就只能洗了。是呀，人心不足蛇吞象，这种机会如此难得，他竟然没把握住。就在人们的一片鼓噪之中，红线的下跌姿势骤然停止了，一路飙升。我操，牛逼！一道惊呼就震彻了全场，红线昂扬，直接跨越了刚才的30点极限，瞬间就冲到了40点的位置，而这股趋势竟然还没有停顿的迹象。这怎么可能？他刚才没有抛售，难道就是在等这次的上扬吗？可是这么精准的预测，怎么可能是他一个乡巴佬能做到的？娘，让我爹立刻抛售。远明，出手！张彩霞话音未落，程远明直接就将7只股票全部抛空了，账户回收整整100万，这一下就赚取了60万的净利润。快看呀，那7只股票又跌了。程远明的巅峰操作让整个现场再次安静了下来，而苏亮更是犹如丢了魂般傻在了当场。10万的现金，那是他舔着脸借来的；5万的创业股票，更是他最后的一点资本，但现在都没了。远明，苏亮要跑！站住！怎么，苏总这是想要跑了吗？这人怎么这样呢？刚才我还夸他有胆魄呢，怎么转眼就输不起了？没本事还不省事，学着人家对赌，却在输了之后偷跑，品质怎么这么恶劣？苏总，按照赌约交出你的现金和股票。那我今天就要毁约了，你能把我如何？谁能帮我们要回这个钱来，我们就给谁1万。整个大厅瞬间乱套了，1万块，在那个年代可是巨款。一时间，人们争先恐后的朝苏亮扑了过来。糟了，完犊子了！但是想要我苏亮的钱，没那么容易。眼看着自己跑不掉，苏亮急忙掏出存折和股票几把就给撕成了纸屑，然后随手一扔。妈的，让我老头子白忙一场，你竟然把我的1万块给毁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豁出去了，看老子打不死你！打起这个无赖，打起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一片人潮瞬间淹没了苏亮，惨叫声也在同时响彻了整个大厅。儿子，不会出什么事吧？娘，你就放心吧，钱我们是肯定要不上的，但是这顿皮肉之苦，苏亮绝对逃不过。是他自找的。娘，别管他了，让我爹赶紧继续操作吧，趁着人少，我们再来大干几笔。别忘了，我今天的目标可是1000万。他爸买进300641 30万，300985 35万，300722 22万。很快，张彩霞就指挥着程远明再次买进了3只股票，尽管数量少了，但是金额大了。程三炮从现在开始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很快到了中午闭市的节点。娘，全部抛售。随着程三炮最后一道口令的下达，程远明手里的账户中瞬间变成了500万的恐怖数字，34万，一个上午就以10几倍的增速完成了1半的目标。彩霞发财了，我们发财了。都是儿子给我们创造的财富，听儿子的话没错吧？
对对对，儿子真是个天才。老婆，我觉得你在我跟儿子之间传话太繁琐了，不如这样如何？下午就由你跟儿子继续操作，我拿点钱赶紧去捅我的随身听，就不跟你们掺和了吧。娘，我爹说的也是，他的公司才刚成立，事务繁多，总跟我们待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就让他忙去吧。那给你爹拿多少钱合适呢？就拿50万吧。行，50万足够了。陈远明盘算着，50万的随身听，那就是5000台啊！以这么庞大的数量来拉动利润，赚回那17万来，还不是轻轻松松？拿着钱的陈远明便兴冲冲的走了。哎，我怎么感觉这次又是肉包子打狗了呢？你好，我是证券中心的主任谭浩。你找我什么事？不好意思，有些冒昧了。你这2天的操作，我们这里都有记录在案，操作能力却堪称完美，因此我想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大户室，你愿意吗？娘，答应他。大户室不仅条件优越，而且操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那行吧。那你这就跟我上楼，先去看看环境吧。话落，谭浩在前带路，张彩霞紧跟而去。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大肚老婆被中心主任邀请上楼了。当然看到了，这样的神人弱士都进不了大户室，那大户室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下午一开始，当张彩霞走入交易大厅时，人群瞬间涌来，一个个都崇拜地看着这个大肚子股神。大肚子股神来了，大家让一让。人群瞬间闪开了一条通道，大肚子股神走来，谁敢挡路？万一有个闪失，肇事者还不得被整个大厅的人踩醒？也不知道你爹那边怎么样。娘，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今天的目标可是1000万。有老婆为他操心的程远明，今天也好似神助，生意进行的也十分顺利。他在电子街又找到了一个搞随身听批发的商家。老板，你怎么变了？老板，你醒醒别吓我，你的车费还没付。这是怎么了？难道废物老爹要被回收了？我重生到娘胎里，老爸做生意被骗了17亿，还未出生我就为他操碎了心。有了上次被骗的经验，这次程远明总算找了个正经的批发商。老板，我想要一批随身听。随身听呢？要多少？5000台。5000没货，有6000台，价格130一台。批发价不是100一台吗？你特么的想坑我，老子可是有坑的。老板，100那是前天的价格，早涨价了。这样啊？那2个缺德带冒烟的消息居然是真的。可是130一台，我吃不下那么多啊。那就算了吧。我能看看你们的货吗？可以，那我带你去仓库看看。程总，这一箱里面装着20台，一共是300箱。哦哟，这个东西得很。严总，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我先付1半的定金，明天一早再给你结算尾款，然后拉货。你看这样如何？行了，但是你若是明天拿不来尾款，我们可是不退定金的。都是生意人，我懂。怎么样？今天的生意谈得如何？一帆风顺，我找到了一个大货源，而且还是最低价。啥？我怎么脑瓜子嗡嗡的？太过顺利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巨大的坎坷。娘，你问问我爹，他看到货了吗？看到了，我还亲自检验过呢。人家可是正规的公司，有正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执照，听着似乎也没什么漏洞了。老婆，我今天谈的货还差28万的货款。行，我明天一早就给你转过去。手里有资本，心里有底气，张彩霞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丈夫能挣钱了，不管多少都是进步。可她哪里知道，这程远明是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老婆大人就是贴心，不但给了我28万的货款，还多给了我2万。等这批货出手后，一定要给老婆准备一点惊喜。可她哪里能想到，她所谓的惊喜会摇身一变，化作十足的惊吓。严经理，我来给你结算尾款了。哟，程总可真是个守时守信的人啊！要不要签个合同？哈哈哈，程总做大生意的人怎么还会拘泥于小节呢？我们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这是后院库房的钥匙，交给你了。你若是不放心，可以先换把锁。那不签就不签吧，我也展示一下大老板的气派。大老板亲自换了新锁后，又亲自打车准备回公司。我是不是也该买辆车了？那样跑起生意来，不是更加有老总的派头吗？师傅，去四儿子店，开快点。你要多快？就是把脚踩到油箱里的那种。加10块。可以。老板，再加10块可以登记。老板，你怎么变了？老板，你醒醒别吓我，你的车费还没付。我刚才怎么了？你刚才漏气了，是我给你补好的。那谢谢了。多客气，补气费用250，记得付一下。那你的车子？没关系，看我的。
生，想选一辆什么价位的车呢？一个美女销售立刻迎了上来，声音软糯。身材吗？其实程远明只注意到了领口一道巨大的裂缝。就看看车灯，价格嘛，你最便宜的是多少钱？先生，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得要25万。哼，怎么，你是不想卖吗？我很想卖啊，可你买得起吗？我当然买得起了，我还就不要最便宜的了。有没有50万这个档次的？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在想心事，所以有些怠慢了。我给您介绍一下。毕竟是做销售的，美女很快就调整了自己，不仅态度瞬间升温了，而且走上前来一把拉住了程远明的手。先生，你感觉这辆车怎么样？哼，可以。那先生，我们现在就去整理合同吧。啊，我没钱。没钱，你来干嘛来了？调侃姑奶奶，还占点小便宜，享受够了，也看够了，竟然给姑奶奶来了一句你没钱，你这个流氓！随着美女销售越来越激烈的咒骂，整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都跑了过来，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去，跑到这里调戏女行，怎么着也是个流氓罪。来几个有力气的，将他送到派出所。别动，我真是来买车的。你还想拿姑奶奶开涮是吗？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我真是来买车的，这是定金。这位先生，对不起哈，你看看这个事情闹的，误会都是误会。我是这家专卖店的销售领班，您这钱真的是准备用作定金的吗？误会，的确就是误会。可是先生，我们这50万的车，即便只交定金，那也得1/3啊！你这点钱，我有钱，我真的有钱，可我没有带在身上，我这就给我老婆打电话，让她给我送钱来。接了电话的张彩霞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远明，出了什么事？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娘，他肯定又是想要装阔，结果却因为没钱而引发了误会。不管如何，那也不能打人吧？这件事情我要追究。别，算了，那个，我本来是想买车，可在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我却有些言语失当了，所以……那也不能打人呢。娘，就不要追究事情的对错了。好在我爹没有大碍，让他吃点亏丢脸，以后他也就不敢再到处去装了。其实我也早想给你买了，没有自己的车也的确太多劳累。行吧，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定金还差多少钱？娘，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们现在就付全款。可是你爸还不会开车呢。开不走就先放着，就让他们给看着，哪怕出现了一点点划痕，我都要他们赔偿。张彩霞一听明白了，儿子这是要给他爹出这口恶气呢。我改主意了，我要付全款，但暂时不提车。这位女士，你确定要付全款，还不马上开走？我确定。娘，再买一辆我们现在开走。儿子，可我们都不会开呀。我们可以现场雇个司机。张彩霞还是有点犹豫，毕竟她节俭惯了。娘，你就不要犹豫了，反正我也是打算给你和爹一人买一辆的。现在正好，那辆放着等爹有了驾照再开，这辆你就先用着，也省去了劳顿之苦。那就再买一辆便宜点的吧。行。你这里最便宜的车多少钱？我再买一辆。啥？这是什么人家？居然不差钱到了这种程度，一辆放着不开，还要再买一辆。这位女士，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得25万，你确定还要再买一辆？是的，再买一辆。顺便，你们这里谁会开车？我每月支付1500的工资，愿意来给我当司机吗？我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娘，就你面前这个青年吧。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我叫刘磊，家在登城市的乡下。乡下人虽然朴素，但却绝对老实啊。行，那就是你了。很快，张彩霞便办完了手续。我们走吧。娘，你问我爹那辆车是谁给介绍的？我丈夫那辆车是谁给介绍的？是我。呵呵，穿着打扮如此妖艳，这件事情看来还真不是我爹的错了。娘，你问一下，我们那辆车，他们准备如何保养？我那辆车暂时不提，那你们要如何养护呢？张女士，您尽管放心，我们会派专人对你的爱车进行打理。等你前来提车的时候，保你100个满意。不用派专人了，我看他就很合适。好的，张女士，我们会按您的意思给您的爱车打理的妥妥当当的。不错，车要妥妥的，人也要妥妥的。你吧，我。你什么你若是还想在这里干，就把这辆车伺候得好好的，不然我扣你工资。老婆，这坐轿车的感觉就是好啊。那还不是托了儿子的福。远明。哎呀，知道了，啰里啰嗦的。娘，就此打住，不然就是个吵架。他今天生意一定很顺利，不然也不会高兴到要去买车的地步。你问一下这个事情。你今天不是要去拉货吗？怎么样，拉回去了没有？没呢，
人家严经理说了，今天他们的库管刚好请假不在，得明天才能办交接，而且为了让我放心，还让我把库房的门锁都换了。库管今天请假了，怎么会这样巧呢？娘，爹在哪个公司进的货？反正我们也有车了，不如就去转转，顺便兜兜风嘛。兜风，哈哈哈，太好了！刘磊，太平街12号，万全商贸公司，开快点。好的，老板。我给你放战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男人是谁吗？是你！你看看你像个男人吗？哈，钱没赚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乱七八糟的。要能力没能力，要本事没本事，老婆养不起，孩子养不起的，奔四十的人了，你都没有用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可耻，就是没钱。男人身上没有钱，比被扒光的衣服还惨。永远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远明，你怎么这么说话？老婆，我是自己在补鸡汤，不断的激励自己。我这次的货如果全部出手，能给家里带来50万的收益。但愿吧。说话间，车子就开到了万全商贸公司。儿子，你爹会不会又被骗了？不，我不相信，他们可是正规公司，有营业执照的。那为什么就空空荡荡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娘，你别急，咱们跟着爹再去仓库看看。哈哈哈！看，货都在吧？我就说嘛，这是家正规公司，是有营业执照的，怎么可能骗人的？远明，你打开来看看，不会是空壳子吧？老婆，你看，不是空壳子，货还在。整个公司都不在了，怎么还会把货留下？娘，你试试随身听能不能用，万一只有空壳却无机芯呢？随即，夫妻俩都拿了个随身听试了试。好使的，好使的，我管他怎么回事呢，只要我的货在，那就一切 OK。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正常，绝对不正常！就在程三炮百思不得其解时，远明，这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看来果然被我猜中，这次的事情怕是大条了。你是程远明吗？我是。跟我们走一趟吧。而此时，警察局的一间审讯室里，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跟什么人接的头？我是通过一个朋友帮我联系的走私货船，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在静海码头交接货物。接了多少货啊？价值多少钱？流入市场的又有多少？我总共才接了3批货，这次是最大的一批，总价值98万，流入市场的有2000台。那买你这批货的程远明事先知道你卖的是走私货吗？这若是说他不知情，那自己不仅有贩卖走私的罪责，恐怕还得要加一条诈骗罪了。那个程远明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他还说了，就是为了多赚钱，才一口气吃下了6000台。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这批货我可是掏了钱的。程远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那就说说吧，你是怎么跟严文丽合伙走私的？过程越详细越好。不，我没跟他同流合污，更没有跟他做走私生意。我进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那是走私货。严文丽都已经交代了，你怎么就没有跟他同流合污？警官同志，我是真的不知道那都是走私货。好，那我就给你个自证清白的机会，来，拿出你不知情的证据。我有给严文丽打款的银行记录，我还有他给我打的收条。程远明，这2条记录不仅无法证明你没有参与走私，反而提供了你跟他之间违法往来的事实证明。警官同志，我真的是冤枉的，你们能不能好好的调查调查？我不是那样的人呀。这个家伙还真是吓坏了，难道他真的不是同犯？既然你说是不知情下的正常交易，那你应该跟他签了合同了吗？我没有合同，是他当时骗了我，说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没必要签合同。而我也是第一次做生意，连带这次我都被骗2次了。你还有一次被骗经历，来，赶紧说说具体情况。程远明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一番述说，将过程讲解的详细到位。是这2个人吗？就是他们俩，就是华成辉，我也认得出来。这是2个惯犯流窜作案，不过现在已经在南湖省被抓获了。我们今天才接到了协查通知，要求协助收集他们在这里的诈骗证据。看来你是有救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先在这里待着，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我这就去进行协查，看看你说的属不属实吧。王队长，我丈夫怎么样了？你们可一定要查清楚，他的确是个好人呢。
他是不是好人的证据说了算。不过你也不要太着急，我们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的。儿子，你爸不会有事的，对吗？娘，我想我爹被骗，肯定不是这一次了。只要他能主动交代上次的经历，或许就能洗清自己。你爹还被骗过？你是说上次那17万，他其实就是被骗了？是的。程远明呀，程远明，我看你就干脆去坐牢，别出来了。娘，别生气，我想我爹这次绝对长记性了。再说了，今后你1分钱都别给他，他不也就安生了吗？你是程远明的妻子吧？是，我是。程远明在3天之前也有过一次被骗经历，而且我们也调查了他的过往一切，综合评判，他应该是被套进了这场交易的。王队长，真是太感谢你了。那我丈夫是不是就可以走了？还是不能走的。虽然鉴于他的一贯表现，我们可以判断他是无意之间被卷入的，但终究缺乏有力证据，所以还处在被怀疑阶段。那该怎么处理呢？罚没所有走私货品，处罚交易额同等的罚金，另外还得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保证他能随叫随到不消失。娘，你问问，总共100万够吗？100万？你爹已经损失那么多了，你还要给他再填100万？我看就让他进去待几天吧。可是娘，事情已经这样了，若是我们真的不管，我爹这事可不是几天牢狱就能解决的。我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不想一出生就看不到爹呀。王队长，我们再交100万够吗？够了，够了。程远明，100万又没了。坐在回家的车里，程远明沉默了。张彩霞爆发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男人是谁吗？是你！你看看你像个男人吗？哈，钱没赚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乱七八糟的。要能力没，要本事没本事，老婆养不起，孩子养不起的，笨死实的人啦，你都买猛药了。娘，别再生气了，老爸的初衷是好的，就是能力上欠缺了，先别让他碰钱了，等我出来后我再带着他。行了，就听儿子的吧，从今天起你把家里照顾好就行了，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甘心的二舅跑到了程远明的老家，对着程远明的老妈来了顿颠倒黑白的输出。BBC 巴拉巴拉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巴。程远明，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呀！不但是有了媳妇忘了娘，还不认亲戚了。姐，就别怪远明了，一定是他那个媳妇不愿意把你接到城里去。凯言，你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滨海，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将我这个老太婆拒之门外。姐，这件事情你弟弟我也看不过眼，我是一定得陪你走这一趟的。姐啊，好久不见，你可想起我了？凯言，这人是谁呀？姐，这是我老婆，你弟媳妇呀。凯言，你什么时候换了老婆？咋没叫我吃喜酒？姐，你真会开玩笑，你弟弟哪有这个胆子？这是责怪我们多年没来往了，要不是你儿子发达了，我这老脸怎么可能贴你的冷屁股？姐呀，上次远明2口子来省城也没能帮他们找个好工作，也幸亏是这样，没想到去了滨海，那才是龙入大海，猛虎归山，真正找到自己的福地了。那倒是，我儿子还真是条龙，你看这不就发达了吗？对，这不是要去滨海看望远明2口子吗？我这个做舅妈的怎么能不露面呢？姑姑，小伟也说了，表哥他们发达了，那必须得亲自上门祝贺，所以就干脆一起去吧。是啊，姑姑，怎么说咱们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呢？表哥发达了，也不会看着我娶不起媳妇吧？小伟，你放心吧，只要你表哥有钱，那就等于是你有钱了，不就娶个媳妇嘛，让你表哥给你掏钱办了。可是我听说我表嫂不愿意啊。他敢不愿意，我就立刻让远明休了他，都是沾了我儿子的福气，他一个乡下女人哪有这么好的命？一伙人到了滨海就直奔上次来过的楼房，没想到房子已经出租，一家人都搬走了。怎么才过了不到10天就搬进去最高级的别墅区了？乖乖，这里就是温华水岸了吗？姐，你看看，这里真是豪华呀！远明真是有出息，打小我就看好他，果不其然呀，祖坟冒烟了。那还等什么？走，都跟我进去。对不起，请留步，这里不允许参观，更不允许外人靠近。我们可不是来参观的，我们是这里的住户。赶快离开，我们这里住的业主都是非富即贵，你们别说住了，恐怕连看房的资格都没有吧。这位同志，我们是这里住户的亲戚，我的大外甥，我姐的儿子在这里住着呢，他们是刚买的房。那我替你们查一下，如果真有，那我就通知住户出来领人。好，我大外甥叫程远明，你们可以查一下。对，我儿子叫程远明，记住了吗？马上查。果然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就是与众不同啊！
这环境，这位置，没有180万肯定买不起吧？潘亲戚，也不看看地方，这里哪有一个叫程远明的业主？你们这是存心找事来了的。同志，我外甥真的是这里业主，怎么会没有他的名字呢？没有就是没有，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快走！不得了了，这里的保安打人了，来人啊，救命呀！陈凯丽一看不妙，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双手乱舞，保安也愣住了，手足无措。我的天呀，丢喜人了！业主回来了，立刻将他抬到一边，给业主让路。那里发生什么事了？谁在撒泼？真没素质！远明，那好像是你妈。我妈，真是我妈！刘磊，快停车！你们干什么？都给我放开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儿子，他就是程远明。敬礼，欢迎业主回家。表哥，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家啊？怎么保安连你的名字都查不到？是呀，远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妈，是我们的房子，只是门卫这里只需要登记一个联系人就行，远明就把我登记上了。彩霞，你才来到城里几天了，怎么连规矩都不懂了？在农村，一切都是要以男人为主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居然不写户主的名字，你想要干什么？妈，你别说话了，挤在这里不难受吗？远明，这房子得多少钱啊？娘，总共460万。我第一个乖乖，这哪是房子，这就是皇宫呀！我要是也能住上这样的豪宅，那这辈子可就真的值了。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想住这里，那还不容易，把你的媳妇直接娶到这里不就完了吗？妈，你说什么呢？人家小北放着省城不带，怎么可能跑到这么个小城市来？怎么，你不愿意？远明，咱有钱了，但也不能忘本，更不能不认亲啊！妈，你别说了，我来问你，我今天要是不来找你，你是不是就准备把老娘扔在农村不管了？你这是被谁带坏了？妈，远明怎么可能不管您呢？我们也是前天才买下这里，还没有彻底安稳下来呢。原本也打算着过段时间就会去接您的。对，妈，你就别在这里小题大做了，过段时间去接您也是我的意思。远明呀，上次你不是说你只有50万吗？这才过了几天呀？看来还真跟你妈说的一样，有钱了就不认亲了呀。远明，妈可只有这么一个弟弟，而你也只有这么一个二舅。你表弟想要结婚，遇到了困难，你有钱了，不仅不帮忙的，你怎么还不认亲戚了？妈，我当时的确就只有50万，而且也不是我不给二舅借钱，是他自己说的，跟我不熟啊。什么？远明，你蒙谁呢？这才几天的功夫就买得起这么豪华的别墅，别说我不信了，你妈也肯定不信。是呀，儿子，有钱就是有钱，难道有钱也丢人吗？今天我做主了，给你二舅借100万，让小伟娶媳妇，另外把你那套出租的楼房也给他吧，都是亲戚，住在一起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妈，我们的房子也是自己努力挣来的，凭什么要白给人？我总算知道了，远明是被人带坏了。张彩霞，你一个大肚婆娘，有什么能力挣钱？还不都是我儿子一力打拼的，你何德何能？妈，买房子的钱可不是你儿子我挣的，我没那个本事。儿子，你没必要为了维护某些人，就把自己放到那么低的位置吧。妈，我没有维护彩霞，家里的钱的确都是他挣的，你儿子就是在吃软饭呢。顿时，在场的人都陷入了尴尬，没想到自己儿子吃软饭，靠着儿媳妇养活，自己的家人还在这横竖挑理。那个彩霞呀，是妈一时激动，有些口不择言了。但不管如何，咱们也是一家人嘛，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老太太能屈能伸，毕竟儿子是个吃软饭的，该低头就低头。远明、彩霞，二舅那也没有别的意思，毕竟我们就小伟一个儿子，没钱娶媳妇，我们也着急不是吗？舅妈，想当初我跟远明投奔你们不仅一点忙没帮，还把我们赶出了家门。临走问你们借100块钱路费，你们居然说还要留着买狗粮呢。大姐，陈家不能断后呀。彩霞、远明，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你二舅毕竟还是你二舅，他的儿子也毕竟还是你们的表弟。这个钱你们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不然我就立刻回去农村，咱们老喜不相往来。妈，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是我妈，赡养你是我们该做的，可借钱我们没有那个义务。儿子，你爹好像又恢复到以前了，看来你的主意真是对的，掐断他的经济来源，果然让他不再浮躁了。哈哈，娘，我爹本来也是明白事理的，只不过突然之间经济状况的改变，让他短时间内不适应了，这是正常的。陈凯言一家灰溜溜的走了，当然张彩霞也没有做得太绝，给了他们1万块，就当是积德行善，捐款了吧。远明，现在没人了，能跟妈说说，你们咋一下就发财了吗？妈，彩霞跟人学了炒股，用了几天时间就赚了1000多万。 1000多万，那得多大一个麻袋？
才能装得下啊。吃软饭，那就吃软饭吧。儿子，你跟我来。你媳妇现在有本事了，你可要看好了，可别把老婆弄丢了。远明，我的肚子。这孩子怕不是要出生了吧？远明，快叫司机开车！大翠、小翠，快来扶着我的好儿媳！娘，我怎么感觉自己总在向下滑呀？哎呀，我要生了！